3万5999就能买到一台国产的微型4缸发动机的大巡航，就是这台来自于 QJ Moto 的闪600。大家好，我是懂车帝的摩托车测评官玩车少校。那么接下来呢，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这台闪600的赛道试驾体验。那么按照国际惯例呢，还是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台车的一些硬件配置和我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哈。先说这台发动机啊。 这台发动机呢，就是国产的 V4 发动机，其实现在也不算是第一个了，是吧？之前有一台黑石500也是 V4 发动机的，但是呢，这台 V4 发动机的排量达到了560cc 这样的一个级别，虽然它是600啊，是45路的算法呗。它的马力呢，在现在国产的 V4 里面呢，算是最大的，达到68匹马力，然后扭力呢是54牛米的输出，因为排量上的优势，所以它比黑石500的发动机输出动力要更大一些。然后变速箱呢是6档变速箱，但是它这个车架呢采用的是一个摇篮式的一个车架，还不是一个运动型车的一个配置，采用的是皮带传动，然后呢，其他方面呢倒置前叉，然后后面是一个双减这样的一个配置啊。另外呢，这个造型整体上看上来是不是大家觉得有些眼熟，或者有一些觉得有些地方跟某些车型比较相像呢？其实这也毫无避讳的说啊，这个QJ Moto 跟哈雷的合作关系呢，这是肯定是有互相借鉴或者说是单方向借鉴的这样一个效果吧。另外呢，这个车其实是属于杀入的一个细分的车型市场，这个车型其实可以叫做运动型巡航车比如说哈雷的 Sportster， 还有这个杜卡迪的大轨，都属于这一类车型的这个范畴里面。那么现在闪600的加入呢，让国产车也有这个类型的车了，而且是一个微型4缸的一个车型。那么在其他的配置上来讲呢，小的配置啊，全车 LED 啊，什么液晶仪表啊，这些都 OK 的。而且这个液晶仪表呢是一个全彩的这样的一个液晶仪表，里面的显示内容呢看起来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丰富的。实际上这个车的配置也是这样子，在这上面能够显示到 ABS 的状态，然后包括 TCS 的状态，就防侧滑，这车是有防侧滑的，而且是可以关闭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上面呢，你能看到这个五颜六色的这个信息内容啊，包括转速、速度和档位。那这些其实位置和大小都还好，就是颜色显得过于多了一些，所以有些乱啊。然后另外呢，这个车还配备了一个骑行模式的这样一个切换这样的功能，在这里面可以切换到它的基本模式和一个叫运动模式这样的2个不同模式进行切换。但是在你操作仪表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虽然这个新的手把的按钮的这个质感和它的这个做工啊，整个都有一些提升，其实特别像美式巡航，像之前哈雷的某些车型的一些布局和这种质感。但是它这个没有学到精髓是什么呢？就是它光顾着布局了，像这种菜单操作里面没有上下这样的方向键，只能单向的去循环去选择。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像你看，它现在有大概2页的这样的信息显示，如果稍微一不注意摁过了，我只能再循环一遍，这是一个小 bug。但是这个整个仪表里面的内容呢，还是比较丰富的，各种设置，然后包括这个胎压的设置，还有 TCS 开关、骑行模式，在这里都可以进行切换，一个运动模式，一个普通模式。OK， 那么这里面呢还有一个特殊的专门的按钮，就专门关闭 TCS 的按钮，在这里单独有个实体按钮，这个也是可以比较方便去关闭 TCS。其他的方面呢，这个车并没有配备这个巡航啊，或者是其他电子控制，因为什么呢？有2点啊。第一点是什么呢？这个车采用的是一个拉线油门。第二点呢，这个车没有配备 IMU， 就是这个多轴的这样的这个稳定系统。所以说，如果没有这2个系统的加持的话呢，这个摩托车做到定速巡航其实是不太好的。尤其是电子油门，所以这一点如果在未来升级上，我特别希望这台车或者说国产的这样排量稍大一点的车呢，能升级到电子油门，这样也会这车有更好的一个控制。OK， 那么其他方面的配置呢，像这个行走系统这块啊，避震器前面是倒置的一个马祖奇的减震器，然后在刹车方向的配置呢，这个还是比较大方的，给了一个双盘，而且是300直径的双盘，而且都是对向4活塞的这个刹车配置，标打的是 QJ Moto。应该是他们自己研制的这种东西了。然后轮子的配备呢，轮胎的配备我觉得有一点奇怪啊，就是这个前后轮呢都是这个16寸的轮胎，这个的大小倒没毛病哈，前面是130，后面是180的这样的宽度，但是速度级别上搭配起来有点奇怪，这个前面搭配了一个 H 级的轮胎，后面搭配的是一个 S 级的轮胎。你要知道 S 级的轮胎最大时速理论上也就在180左右，对吧？但这个车官方宣称的最大时速178。那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车，如果你真的拉到极速的话，有这个条件的话，拉到极速的话，后轮可能会有点吃不消，太接近极限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不配成一个速度级别的轮胎呢？是吧？
OK， 那关于这台车的更多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动态上的体验，稍后给大家分享啊。还是先来讲解一下这个坐高的问题。坐高720啊，对于我这个身高来讲完全没有压力，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也没有什么压力。然后骑行的三角呢，大概算是相对于偏直立这样的一点骑行三角，但是还有一点街车的驾控感，是为什么呢？就是这车把这个，我这个臂长呢，抓这个车把还是要稍微前倾一点上身的。然后车把的宽度很好，我非常的喜欢啊，这个宽的车把让你操控起来就很有好感。然后但是这个后视镜呢，我个人持保留意见啊，这后视镜不是特别的喜欢这样的后视镜，尤其是这个松垮的质感这样子，可能是因为试驾车的原因吧，没有锁紧。还有呢，就是这个车的离合器啊，就在这儿补充一下，离合器呢，这个使用拉线离合器，这倒没什么硬伤啊，也不是什么问题，就是咱能不能把离合器的拉线的位置做得精致一点？现在接头的位置太简单了，而且没有这个高度的调节。这边的刹车柄也是没有高度的调节。这两项如果加上去的话，我觉得还是，不会增加太多的成本吧？我说，但是你的整个车辆的这种细节配置呢就会好很多，对不对？然后这边的液晶仪表，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USB 的一个充电口，有 Type C 和 USB 2个口。我觉得放在这个位置呢不是特别的好啊，因为离水箱太近了。而且这个属于跟车把是分离的位置，这样在拉根线过来的时候有一些碍事儿。我觉得它放在这儿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觉得设计师觉得放在这儿上面任何一个地方都显得不好看，而且特别的突兀，所以只能放在旁边了。OK， 那这个车的造型呢就是这样子的，大家能够看到啊，双边的4出排气标志了它这个微型4缸发动机的这样一个身份。然后油箱呢16升，不算大。那也还行。另外呢，这台车现在试驾的这台车呢是一个单座的设计啊，只有一个座。未来呢，这个车露出过官方图片，里面还有一个双座的版本。可能更多的朋友是期待那个双座版本，毕竟实用性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单座版本真的只能自己去玩耍，还是缺一点实用性的配置。还有在其他的做工方面呢，我觉得整个车的离远看啊，这些车现在都没有毛病，但细看之下还有一些可以去提升的这个细节处，比如说原厂配置的这个排气防烫。这显得就有点随意啊，而且之前我见过一版的官图是没有这个排气防烫的，我觉得应该是在后期又加上去的，所以这加上去的时候采购呢就只能可能做到这种程度了。还有呢，像这种卡箍，排气管固定这种卡箍，其实可以再提升一点质感，至少不要直接露出这样的6角螺丝来，显得就好像建筑材料是一样的。还有一点呢，就是在这边换挡杆旁边的这个排气的防烫罩上面的漆水的这个做工和质量呢，我希望能够再提升一点，因为现在已经这个只是一个200多公里的试驾车啊，这已经蹭掉了漆了。觉得以后在这方面还可以加强一点，或者换另外一种材质设计。OK， 那关于这个车呢，我觉得放在赛道里面又是一个运动性巡航，没有理由不把它骑得开心一点，对不对？在走之前呢，给大家听一下原地的声浪到底怎么样。为了给大家听转速，我挂上了1档捏离合，但现在我放下侧踢，它不自己熄火。小 bug 啊，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没配，没有侧踢熄火竟然。OK， 这些小问题，看在它35999，又是 V4 发动机，然后又有68匹马力的份上，先放过它。至于这个车骑起来怎么样，还是很重要的。我们赛道上见。